大家好，充满好奇的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反物质的神秘世界。我们知道反物质是物质带相反电荷的镜像，物质都受到重力的吸引。那么反物质会被物质产生的重力吸引吗？今天我们就来揭示刚刚发表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研究成果，让我们更进一步解开宇宙的秘密。看过我之前视频的朋友都知道，反物质的概念是由物理学家保罗·狄拉克在1928年首次提出的。反物质是由反粒子组成的物质，反粒子与普通粒子有相同的质量，但有相反的电荷和其他量子数。例如，电子的反粒子是正电子，质子的反粒子是反质子。当普通粒子和反粒子相遇时，它们会相互湮灭，释放出大量的能量。反物质在我们的宇宙中今天非常稀少，但科学家们认为在大爆炸后不久，反物质曾经是丰富的。在那些混乱的时刻，物质和反物质陷入了一场宇宙之战，相互湮灭，直到物质获得了胜利，留下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宇宙。关于为什么物质取得了最终的胜利，我会以后专门做一期视频给大家介绍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反物质是怎样与重力相互作用？要了解这一点，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广义相对论对重力来源的解释。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理论，重力不是一种力，而是由于质量和能量引起的时空弯曲的结果。这意味着重力应该影响所有形式的能量，包括反物质。换句话说，反物质应该被重力吸引，而不是排斥。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，我们需要看一看相对论中的一个关键概念，那就是等效原理。它规定所有物体在重力场中，无论其内部结构如何，都以相同的速度自由下落。这个原理已经在普通物质上进行了广泛的测试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同时从比萨斜塔上扔下两个不同质量的物体，它们会同时落到地面。这个原理最早是由伽利略在16世纪演示的，后来使用摆钟、卫星和原子干涉仪等实验也都支持了这个原理。然而，等效原理以前从未在反物质上进行过测试，因此问题仍然存在。反物质是否表现出相同的行为？一些理论家认为应该如此，而另一些理论家则提出，如果反物质被重力排斥，那么它可能有助于解释某些宇宙学之谜。测试反物质与重力的相互作用具有挑战性，因为反物质在自然界中非常稀有且不稳定。我们只能在大型粒子加速器中人工制造少量反物质，并必须小心地将其困住并隔离，以防止与普通物质接触时湮灭。幸运的是，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CERN 有一个名为 Alpha 的项目，致力于研究由反质子或正电子、反物质电子组成的反氢原子。反氢这种粒子电荷中性，非常适合研究重力立场而不受电磁力的干扰。然而，创建和捕获反氢并不是一项小事，这涉及制造两个粒子流，一个是正电子，另一个是反质子。它们被困在电磁陷阱中，当这些粒子相遇时，就会形成反氢。通过极强的磁场，科学家们可以捕获这些难以捉摸的粒子。他们使用复杂的实验装置来研究重力对反物质的作用。实验原理如下：科学家们在磁场中捕获反氢原子，使用激光冷却它们，随后他们逐渐减小了磁场，允许反氢原子逃离陷阱，并密切观察它们是向上移动反重力，还是向下坠落顺重力。在反氢原子运动过程中，这些原子通过一个称为飞行时间谱仪的装置，该装置可以测量它们的位置和速度。最后，它们与湮灭探测器相撞，以测量湮灭时产生的粒子。通过分析这两种装置捕获的数据，科学家们可以计算出反氢原子的加速度，并将其与普通物质的加速度进行比较。如果反物质受重力吸引，它们的加速度应该相似。实验被多次重复，磁场强度有所不同。这种严格的方法有助于排除测量误差，提供可靠的结果。令人兴奋的消息是，在经过多次实验，涉及数十个至数百个反氢原子后，科学家们取得了一个突破性的发现：反氢原子确实受到重力影响，
并且它们在自由下落过程中的加速度与普通物质相似，这表明等效原理对反物质也成立。当然，这项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，它只测试了一种反物质——反氢原子。我们还不知道其他形式的反物质是否表现出相同的行为。此外，实验没有考虑到可能影响运动的其他因素，如电磁场、温度或压强等。然而，这个实验只是我们探索重力和反物质之间关系的开始，它激发了我们在未来的实验中追求更高精度和更广泛范围的愿望。最终，我们希望找到一种理论，能够统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，让我们更接近理解宇宙的奥秘。那么，接下来呢？科学家们正准备将实验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，以测量反物质粒子向下坠落的精确速度。聪明的猜测是，它将与普通物质相同，但如果不是，它可能会为令人兴奋的新物理学敞开大门。这可能也会对于为什么宇宙中只剩下物质这个问题提供新的线索。想象一下，当我们对重力和反物质的理解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看法时，会发生什么？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乔尔·费詹斯所说，任何差异都将彻底改变物理学，这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崭新世界。宇宙谜题的又一块拼图已经放置，让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了宇宙深邃的奥秘。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，我们期待在这一领域有更多令人兴奋的发现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和点击通知铃，以获取更多令人惊叹的科学内容。感谢您今天加入我们，一起踏上这场科学冒险。记住，宇宙充满了等待探索的奇迹。下次再见，保持好奇。